吗？市长砸真金白银帮低收入家庭买下自己的楼。纽约市长公布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住房计划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内容是，纽约市未来2年将拿出7500万美元贷款，帮助部分低收入的租客买下自己住的大楼，把住户变成业主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在纽约住房圈引发巨大的讨论，因为对于很多纽约人来说，买房早已经像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，尤其是年轻人、移民家庭、低收入群体，很多人甚至连稳定的租房都越来越困难。而现在，纽约市政府竟然开始认真讨论，让租客拥有他们住的房子。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已经很纽约了。根据计划，未来的2年，纽约市住房部门将向大约300名租户提供贷款的支持，帮助他们把居住的出租楼改造成合作公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过去只是交房租，未来可能变成整栋楼的共同拥有者。对于纽约的华人来说，合作公寓并不陌生。纽约大量的老楼房本来就是合作公寓的模式，但是过去这种租客集体买楼的模式，更多的发生在一些长期被忽视、房东失联、欠税严重或者管理恶化的楼宇当中。如今，市政府准备正式下场推动，而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纽约越来越严重的住房危机。纽约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房租贵，而是整个住房的系统正在越来越失衡。一边是大量的租客被高租金压得喘不过气，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多老旧出租楼陷入了恶性的循环。尤其是2019年纽约加强租客保护法之后，很多稳定租金的公寓的盈利空间被压缩，一些房东开始减少维修、拖延维护，甚至直接躺平。部分楼宇长期积欠房产税、维修罚款，甚至进入止赎程序。而纽约市现在想做的，就是把其中一些问题楼直接交给租户或者非营利组织接手。比如几年前，布鲁克林的一些租户已经联合社区土地信托组织，成功的买下了自己住的大楼。去年，纽约市甚至从一位拖欠将近2800万美元税款和罚款的业主手中收回一栋楼，交给了非营利组织与租户合作改造。如今，East Harlem 的租户也在推动类似的方案。换句话说，纽约正在尝试一种越来越激进的住房思路。如果房东不行，那就让租客自己来。这也正是马姆达尼住房计划里面最核心的政治信号。这位以租户优先著称的进步派政客一直强调，住房不应该只是投资工具，而应该首先是人住的地方。除了帮助租客买楼之外，他还提出未来10年建造和保留40万套经济适用房，新建20万套补贴住房，加强对恶劣房东的执法，向首次购房者提供更多首付的援助，为房主提供最高10万美元的维修贷款，改革分区规划，推动更多的社区建房。他宣称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政住房改革。但是问题随之而来，纽约真的能做到吗？因为这些计划的背后需要的是惊人的资金。马姆达尼提出未来10年投入1000亿美元，但现实是纽约财政本来就已经压力巨大，
更关键的是，纽约的住房问题远远不是盖房子那么简单，因为纽约最大的矛盾其实是大家都希望房租下降，但是很多的社区又不希望附近继续开发新住房。尤其是一些中产社区，对新开发的项目长期存在抵触的情绪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的行业也已经开始反击。纽约房地产委员会公开批评，市政府正在通过更多的工会工资、更多监管，提高开发成本。开发商担心未来建房的利润越来越低，项目越来越难做。而另一边，租客组织则认为，如果不更强硬限制房东，纽约永远无法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。这也是纽约住房问题最复杂的地方，它几乎牵连所有人的利益：房东、租客、开发商、工会、社区居民、政府的财政。所有人都希望住房问题被解决，但是大家对怎样解决的理解完全不同。对于纽约的华人来说，这场变化尤其值得关注，因为华人一直是纽约租房市场的重要群体。很多新移民家庭、年轻家庭、多代同堂家庭，长期都生活在租赁体系里，尤其是在 Flushing、Sunset Park、Elmhurst 等华人居住区，租金上涨，老楼失修，房东管理混乱，其实一直存在。而现在，租客集体买楼的这种模式，很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出现。当然，它并不意味着纽约普通租客突然就能轻松地拥有房产，因为现实里面这类改造的过程极其的复杂，需要租户组织、法律程序、融资能力、长期维修管理。多数居民投票支持，很多楼甚至需要大规模的翻修，成本极高。所以，这更像是一种让部分社区保住住房稳定性的尝试，但是它依然释放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：纽约住房政策正在越来越偏向保护租客。这也意味着未来纽约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过去的几十年，纽约一直是资本驱动住房，如今市政府正在尝试把它慢慢的变成公共政策驱动住房。至于这场实验最后会成功，还是会让纽约房地产的市场变得更加复杂，恐怕连纽约自己也还没有答案。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后，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，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。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事中，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。房子的本质是居住，投资只是附属属性。当这个属性被过度的放大，风险也随之而来。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，无论是选择继续持有，还是转型，都需要谨慎对待，不能盲目跟风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个充满变化的市场当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。带您看懂纽约地产背后的门道。非常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